西游记第64回，荆棘岭勿能努力，母仙庵三藏谈诗。在摆平了祭赛国的破事之后，师徒四人继续西行的脚步。没过多久，就来到了一个叫荆棘岭的地方。要说这荆棘岭啊，是荆棘密布，根本没法穿行。有一句诗说得好，叫做荆棘蓬攀800里，古来有路少人行。意思是说呀，这荆棘岭蜿蜒800里地，虽然中间也有路，但是因为荆棘实在是太多了呀，所以啊，很少有人敢走。现在呢，师徒四人就对着广袤的荆棘岭没了主意。正在众人一筹莫展之时，猪八戒站了出来。只见他念了个咒语，变成了20多丈高的一头大猪，又晃一晃手中的9齿钉耙，把它变成了一个30丈长短的大钉耙。之后呢，他甩开臂膀，用钉耙把路上的荆棘全都给搂到两边去了。就这样，巨型猪八戒在前面开路，剩下的3人呢，则跟着猪八戒慢慢的在后面行进。不知不觉之间，月亮升上了天空，夜色也越来越深。这夜深人静，荆棘密林，怎么看都要发生些奇怪的故事。果然，在路途之中，他们就遇到了一个老头。这老头在靠近唐僧之后，突然就化作一阵阴风，抓走了唐僧。不过这次啊，大家不要太紧张了。今天的妖怪啊，看起来和之前的妖怪有所不同。这老者名字叫做进阶18公，他化作一阵妖风，把唐僧带到了一座烟霞石屋之中。而在这屋子里啊，还有孤直公、凌空子、浮云叟这3个老头也在等着唐僧。其实啊，这4个老头并不想吃唐僧肉，之所以把唐僧带过来啊，竟然是想和唐僧吟诗作赋一番。看来啊，这荆棘岭中的生活也是够寂寞的。唐僧看这4个老者并不想害自己，也就安心的和他们来回作诗。不知不觉间，夜色深沉，唐僧就害怕徒弟们会担心自己啊，就希望净节18公把自己给送回去。可是这4个老头啊，好不容易找到了个能说话的人，哪里肯放人呢？最后他们竟然派出了一个叫姓仙的美女，打算来个以身相许，借此来留住唐僧。作为得道高僧，唐僧当然不会同意这样的无理请求了呀，他就大呼救命，一直喊到了第2天早晨。而在此时呢，孙悟空终于听到了师傅的呼喊，跑过来一看呢，只见师傅在一处叫做木仙庵的地方，旁边还种着一棵柏树、一株松树、一株桂树和一束竹子，这些东西后面还有一株杏树。哈哈，原来呀，刚才的5个妖精不就是这5株植物吗？孙悟空上前就把这些植物纷纷打倒，之后呢，就扶着师傅走出了这荆棘岭。故事此时已经进行到了第64回。如果总写到了哪个国家遇到什么妖怪，打不过妖怪找观音菩萨来收服妖怪，这样的传统套路啊，那也太无聊了吧。吴承恩就变着法儿的让妖怪们给读者带来惊喜，而这一回的妖怪们就是充满着惊喜。妖怪竟然不是吃唐僧肉的凶神恶煞，而是附庸风雅的植物妖怪，这让我不得不佩服吴承恩啊！您的想象力呀，这也太丰富了吧。那么师徒4人现在走出了荆棘岭，他们后面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妖怪呢？咱们呀，下回分解。